好了，在我们完成了一个最基本的 PC1 和 PC2 的 CPU 路径的访问以后，我们静态路由已经完成了。那么下边我们来点扩展的。光这么访问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没有什么意义的。同时呢，在这个里边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3和4之间的这个网络断掉了，那么事实上你的 Client1 是访问不到 Client2 的，对吧？然而在 R1 上面你会发现这个它依然会把东西发给 R3 依然会把东西发给 R3。这个呢肯定因为3和4之间只有一条线，那断掉就断掉了，这个还好，很正常就反正就一个出口嘛，断了以后它就被孤立了，对吧？就成孤岛了。那么如果说在1和3之间断掉了呢？1和3的这条链路断掉了，事实上现在 R1 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从1、2、3、4给它绕过去。那么我们来测试一下，看看它能不能绕过去。好，我们来看 sys interface G 0-0-1对于 R1 来说，看这个是0-1，我们把 R1 这个端口down掉，断掉以后，我们再来看路由。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你会发现你写的静态路由消失了，没有 10.10.40.0 那个路由了。是一样我们来看 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40.0 这条路由还在，就是去往40它还是能去的它从这儿过来还是没有问题，因为这个端口还 OK。但是看你的那个去往10.0的路由也没有了，23、23、23、34、34、40，然后127、255没有了。所以说在这个里边要注意一下的是，一旦这条链路断了，其实现在你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访问了。我们来看 tracer 它 10.10.40.100到第一跳就星了到第一跳就这个星号就说明是不通我们来看到 R1 就过不去了R1 就过不去了。所以说呢，在这个里边 R1 没有办法让你直接变到这条线路上去，这是静态路由的第二个缺陷这是静态路由的第二个缺陷，它没有办法自动的让你把这个链路断了以后切过去，除非你手工将1、2、3、4这条路径配置成为备份路径除非你手工配置，否则的话它绝对不会帮你去切换的。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备份路径的配置。这个呢，刚才我们在讲幻灯片的时候已经讲到了。那么比如说，首先我们来先看 R1。对于 R1 来说 ，IP root static 目标地址还是10.10.40.024，然后下一跳地址变成了 R2 吧，所以说是10.10.12.2。10.10.12.2，如果你在这儿直接回车，你会发现一会儿它就负载分单了它一会儿就负载均单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写成 R2。那么好了，在 R1 上面 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10.10.40.0又有了，下一跳是 R2， 没有问题。但是你看它的静态是60，如果这个时候interface G 0-0-1 and do shut down， 你把这个接口再打开，那么 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就负载分单了就是等开销的负载均单。那么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说这个是优选路径它过的设备越少，说明它的这个被处理的机会越少，那么转发速度就越快。而上面这个呢，多过了一台设备，你看1、2、3、4是多过了一跳的多过了一个设备的，那么它肯定不是最优路径。所以说这个东西不能这么做这个东西不能这么做。那怎么做呢？我们来把它写成另外一个我们先把它undo掉。我们把它undo掉，然后 IP root 重新写一遍 static 10.10.40.024，然后10.10.12.2，写个 preference
比如说我写个70，这样子的话。G0-0-1，我把这个端口当掉。那么我再来看 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它就变成70的走向 R2 了。说这样就行了吗？当然不行，因为在 R2 上是没有任何路由的。注意 ，R2 上只有 12.0、23.0 没了。通路上所有的路由器都得配置静态路由条目，所以说当1、2、3、4的时候，那么对于 R2 来说，你要考虑源和目标两个方向的路径。对于 R2 来说，其实很简单，去往40.0是不是应该走 R3 呢？所以说，好，我们在这儿 IP root static。10.10.40.02410.23.3，哦，写错了，不是23.32啊，是23.3。undo。考虑回得来，那么回得来的问题10.10.10.0 IP root static 10.10.10.024，那么很明显 R2 是应该走 R1 的，那么也就是说它应该走12.1 10.10.12.1。啊，10.0这条路由看这儿10.10.12.1 OK。好，它 R1 能到 R2 也能回得来了。那么 R2 给 R3 现在能回得来吗？好，我们来试一下，能不能通看看。拼10.10.40.100，哎，你会发现依然是不通的。为什么不通呢？好了，我们来 tracer 它一下。10.10.40.100，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到这儿出现了星号，好，我们 Ctrl+C 停掉。第一跳10.10.1过去了，第二跳10.10.12.2也过去了，也就是说，到1了，而且到2了，2以后不行了。为什么？对于 R3 来说，我们来看一下，2以后不就是3了吗？我们来看看 R3 的路由表会是什么情况。R3 是有去往40的路径的。但是现在 R3 没有了回去的路由，就是说 R3 回来到10.10.10.0网段的路由没有了。这个时候 R3 是不是应该主路由啊？主路径应该是走1、3之间链路，备份路径应该扔回给 R2 啊？备份路径应该是3走2， 2走1，对吧？你过得去的时候是1、2、3、4，那么回得来之后应该是4、3、2、1喽。所以说在 R3 上面我们要加一条路由 IP root static。10.10.10.024 10.10.23.2，是不是 R2 啊？在这儿完事儿以后，不能直接回车，依然是 preference 70，你要给它一个优先级，以便当这个东西回来的时候，恢复，当这条链路恢复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得到让它恢复回来。好了，那么 R4 上需要动吗？R4 上不需要，因为到了3能回去，那么3到4， 4到3就回来了啊，3可以到4， 4可以到3，这个3和4之间的链路没有问题。所以说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来做一下测试。哎，看可以了。注意，现在的状态是1、3之间的链路，看这个地方是关闭的。那么1、2、3、4目标。啊，也就是说，这个从 PC1 到 PC2， 它走的路径是 R1、R2、R3、R4 当目标。那么对于 Client 2来说，我们反向回去，对吧？40.1这是 R4， 这是 R4 的这个网关地址，然后34.3是 R3， 23.2是 R2， 12.1是 R1， 然后到目标。也就是说，
过去走1、2、3、4下来，回去的时候4、3、2、1回了去，哎，这个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现在我将这段链路修复了，啊，我们来看一下 R1 上面 interface G0-0-1 undo shutdown。如果说我现在将这段链路修复了，那么我的路由表里面啊，或者说我的这个路径应该是什么样子 ？IP route 看60了 13.3。对于 R3 来说 ，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10.0， 看60了 13.1。那么我们再从 PC1 去吹到 PC2 的时候，看 R1、R3、R4 100。也就是说，我们的最终的路径又变成了1、3、4到，啊，回去的时候肯定也是这么回去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网络里边啊，在这个网络里边，那么默认走优选路径，这是刚才我们做好的。然后我们配置了路径的备份，在这个点上和这个点上。啊，在这个里边，1和3上面的配置要有很多。啊，1和3上面的配置要有很多。好了，这个是我们所说到的一个路径备份的配置。记住啊，这个地方一定是要写 preference 的，要写优先级的。如果你不写优先级的话，它就是等开销负载了，这就不对了啊，这就不对了。所以说，在这个点上面啊，我们一定是要注意一下的。好，这是我们所说的路径的备份，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现在在 R4 或者说是 R2 后边增加了一个网段，比如说我 R4 啊，我又增加了一个 PC， 啊 ，Client 3我把它启动，然后呢我把它连上 ，NAS 反正还有接口嘛，我们再连一个，对吧？我们 G0-1， 然后呢这个网段呢。10点，啊，这个不能写40了，对吧？我们写44.024。哎，我增加了一个新的网段 ，PC 呢还是100，这个 R4 的这个点呢依然是点1，啊，这个点依然是点1，因为它是网关嘛。好，我们把它配上，10点44.100，255、255、2550，10点44.1。OK， 那么现在想让 PC1 啊，现在想让 PC1 像访问 PC2 一样去访问 PC3， 也就是说，默认路径134，备份路径1234。啊，就是当中间这条13这条链路断掉的时候，走1234。大家想想，我们应该怎么去做配置？默认路径134，啊，备份路径1234，这个该怎么做？很显然，源是一样的，源都是 PC1，所以说，啊，我们所有的返回路径。我们都可以不考虑了，我们刚才都考虑过了。反正你从 Client 2返回也是返回到 10.0 网段，从 Client 3返回也是返回到 10.0 网段。刚才我们说备份路径和主路径我们都做好了，那么 OK， 啊，那么 OK， 我们返回的不用考虑了。那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什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过去的时候怎么过去，对吧？我们要考虑过去的时候怎么过去。那么在考虑过去怎么过去的时候，1、2、3、4四台设备上都要考虑，同时1上面需要考虑路径的备份。我们来做一下。首先，在1上面 ，IP route static 10点10点10点44.0 24 10点10点13.3，这是主路径。然后 IP route static。10点10点44.0 24 10点10点12.2 preference 70，这是备份路径。然后在 R2 上，你得写 R2， 如果真的要用到你备份路径的时候，是不是 R2 得到 R3 去啊？
所以说 R2 上得写一个 IP root static 10.10.44.02410.10.23.3，它没有主备之说啊，它只有说是走到这边来。那么 R2 去往这个就走 R3 就可以了。那么 R2 写完了以后，我们再来看 R3， 主路径 IP root static 10.10.44.02410.10.34.4。R3 需要写备份路径吗？从这边过去的时候是不用写的，因为 R3 只能到 R4。R4 上需要写 IP 吗？或者说需要写静态路由吗？针对这个网段是不需要的，因为这个网段对于 R4 来说是直连。刚才我说过了，返回去的东西我们要考虑，由于返回去的源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不用再写一遍了不用再写一遍了。好，那么我们来测试一下 Tracert 10.10.44.100。到 13.3， 到 13.3， 然后就不行了。我们来看一下3上面的问题。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44.0 10.10.34.4 0-2没问题。那么3返回去的路径呢？那么返回去的时候 10.10.10.024 13.1， 不会有问题啊。拼 10.10.44.100， 不会是没开吧？启动了呀。10.10.44.100 10.10.44.1， 对了 ，R4 上需要配一个网关地址这个是我失误了。Interface G 0-0-1，我们要把这个地址给它配上去我们刚才忘记配了。IP address 10.10.44.124，我们要把这个地址给它配上去。然后呢，我们拼一下网关能不能通吧？这个 client 3拼 10.10.44.1， OK 没问题。那么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个拼我们来继续看这个测试 PC1 我们这回再去 trace 44.100 OK 1 3 4 100，就是 R1 R3 R4 到44这个地址。然后如果把这个端口断掉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 R1 上面 interface G 0-0-1 shutdown。那么我们再来 Tracert。好中间缺了一个这个这个是 ARP 的过程这是缺了一个 ARP 的过程。然后我们来看 10.10.10.1 12.2 23.3 34.4 44.0。好，那么也就是说它到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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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在这里边注意一点的是，只要你新加了一个网段，或者说你新加了一个部分，那么你就需要考虑到你这个网络里面所有的主链路、主路径以及你的备份路径。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说我把这条链路现在删掉了注意这条链路没有了，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整个这一个部分没有了，意思就是说整个这一个部分呢我不要了我删掉了，我清掉了，那个可能是个临时的区域、临时的业务。那么你光把这儿清掉了，别的没清掉 ，Client 1在访问的时候依然是可以访问的。注意看，它必须对于 Client 1来说，它不知道这个地方不知道有这个东西，那么它依然会把路由把数据报文发给 R1，R1 依然会根据自己的这个路径选择发给 R2 或者 R3， 然后他们两个不管怎么样，最终都发给 R4。而对于 R4 来说，我那个端口都已经线都被拔掉了，我那个端口已经不用了。然后呢，我告诉你们这个东西是不可达的。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边，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 Client 1不知道，所有的1、2、3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被删掉了。
那么如果有访问，依然会把整个的数据报文发给这个 R4。对于 R4，把这个数据报文丢弃掉，因为它不可访问嘛，不可访问，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说现在这个网段我现在不接在这儿了，我把这个网段，比如说我接在 R2 上，就光把这个3拿过来吧。如果说现在我把 44.0 这个网段接到 R2 上了，那么你这里边所有的路由器上面的针对 44.0 那个网段是要重新去编写的。所以说在这儿体现了静态路由的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你增加，你要在整个网络内所有的设备都考虑增加，并且在某些设备上你要考虑负载或者说主备的问题。第二，如果说你把这个删掉，你要及时的在所有的设备上把这个流量删掉，把这个路由条目删掉。如果你要修改，那么这个事儿就更麻烦一些了。所以说静态路由虽然说简单便捷，但是由于有这样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呢，在实际的工作中，特别是在实际的工作你的网络的增加和删除修改比较频繁的时候，或者说当你的网络中你的这个备份路径会多一些的时候，通常我们用的还是比较少的。像 R4 和 R3 这种情况我们倒是用的很多特别是像 R4 这种，反正呢我就这么1-2个接口就这么一个接口，不管怎么走我都需要走到你 R3 上去，那么这个情况是可以用静态路由来完成的，反正这个一断就全断嘛。所以说静态路由呢有优势吗？有优势，简单便捷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称之为指哪儿打哪儿。那么对于静态路由呢也有一些缺点，就是增加、修改、删除或者说网络有变化的时候，那么它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好了，这个实验大家记下来，课后呢需要大家去自己对这个实验进行一个操作和练习。然后我们休息一下和练习。